广州富人已经彻底看清中国政府的嘴脸。最近几年，从广州移民海外的富人已经上万人，而令很多中国人不解的是，他们最终落脚的目的地不是欧美发达国家，而是台湾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护心木 TV， 我是小星。最近，本频道收到一位广州机场边防人员的投稿，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所描述的中国现状。我是一名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工作的边防人员，8年来，每天站在这个南方的交通枢纽，检查护照、核对身份，目送无数人离开或归来。广州，这座曾经被誉为千年商都的城市，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野心。然而，最近3年，我的工作不再只是例行公事，而是变成了一场无声的见证，见证那些富人，那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呼风唤雨的人，带着他们的财富、他们的家人，悄然逃离这个国家。每当我翻开一本护照，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从此不再回来，我的内心就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与沉重。刚开始，我以为这只是个例。毕竟，机场每天人来人往，有人出国做生意，有人探亲访友，有人追逐海外的学位。可渐渐的，我发现事情不对劲。那些拖家带口离开的人，不是普通的游客，他们的行李箱里装的不是几件换洗衣服，而是整个家庭的未来。3年时间，我亲手盖章放行的富人家庭，至少有上千个。他们不是去度假，而是彻底告别这片土地。根据我们内部的粗略统计，仅从广州出境的富豪和中产精英人数已经逼近5位数。这还只是广州一个城市的数据，全国的情况可想而知。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航班，那是一个飞往加拿大的班机，登机口前站着一对夫妇和2个孩子。男主人40多岁，西装革履，眼神却透着疲惫。女主人提着名牌包，低头哄着怀里的婴儿。他们拖了整整10个行李箱，超重到需要额外支付高额费用。我照例检查他们的申报单，上面列满了现金、珠宝，甚至一些古董的转移记录。男主人一边递交材料，一边低声对我说：“兄弟，我们不是不舍得走，是实在待不下去了。”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，我抬头看他，发现他的眼眶竟然红了。我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在这儿站着，应该比我更清楚吧。”说完，他拉着孩子转身离开，背影消失在登机通道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手中的印章沉得像一块石头。这些富人为什么要走？答案其实并不复杂。他们带走的不仅是钱，更是希望。他们告诉我，他们害怕财产被没收，害怕企业被共同富裕的口号吞噬，害怕某天一觉醒来，辛苦打拼的一切化为乌有。广州曾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，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。可如今，这些企业主却成了惊弓之鸟，政策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刀，随时可能落下。从互联网行业的整顿，到房地产的深度调控，再到对民营资本的步步紧逼，这些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富缩水，看着同行被约谈、被罚款，甚至被失踪。他们不是不爱这片土地，而是这片土地让他们看不到未来。更让我不理解的是，他们选择最终的国家竟然是台湾。乍听之下，这似乎不可思议。两岸关系紧张，大陆富人直接拿到台湾护照几乎是天方夜谭。然而，通过与这些离境者的短暂交谈，我渐渐明白了他们的算盘。台湾对他们来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。同文同种，生活习惯相似，语言没有障碍。更重要的是，那里有一股自由的空气，一种可以畅所欲言、安心经商的社会氛围。可现实是残酷的，大陆的严格管控和台湾对移民的谨慎态度，让他们无法直接落地。于是，他们想出了一条迂回的路，先拿到发达国家的护照，比如加拿大、美国或澳大利亚，然后再以这些身份申请前往台湾定居，最终获得合法居留权。一个开贸易公司的老板曾对我说：“我先去加拿大拿身份，再去台湾安家，总比在这儿提心吊胆强。”他的语气里满是无奈，可也透着决绝。
这些富人带走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，还有这个国家的命脉。我每天都能看到申报单上触目惊心的数字，现金、贵金属、海外账户的转移记录，甚至还有人提前把房产变现换成美元带走。这些财富本该留在国内，建工厂、开公司，创造就业机会。可现在，他们变成了加拿大的豪宅、台湾的生意、美国的存款。广州的经济因此变得更加空虚，街上关门的店铺越来越多，工厂的机器停摆，工人的饭碗砸了。我有个发小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，前年公司老板跑路去了澳洲，留下几十个员工讨薪无门。他告诉我，那一刻他才明白，富人跑了，穷人更穷。这一切本可以避免。如果政府能给这些人一点安全感，一点喘息的空间，他们何至于拖家带口远走他乡？共同富裕听起来是个好词，可在执行中却变成了压榨民营企业的借口。那些企业家告诉我，他们不是不愿意捐款，而是害怕捐了之后还会被盯上，害怕今天捐了明天就被清算。他们宁愿把钱带走，也不愿留下来冒险。更可笑的是，一些政策出台时信誓旦旦说要规范市场，可结果呢？教培行业一夜之间灰飞烟灭，互联网公司被罚得喘不过气，房地产商债台高筑。政策朝令夕改，谁还敢投资？谁还敢创新？一个连基本规则都不确定的国家，怎么可能留得住人？这种局面不仅让富人寒心，也让普通人绝望。我在机场见过太多年轻人，他们拿着单程机票，眼神里没有期待，只有迷茫。他们告诉我，国内的工作不好找，工资低得可怜，房价却高得离谱。他们宁愿去澳洲打黑工，也不愿留下来996。每次看到这些年轻人，我都忍不住想，如果那些富人没走，如果那些企业还在，他们是不是还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？可现实是，富人走了，企业倒了，留下的只有一片废墟。有时候，我会在夜班结束后，站在空荡荡的候机大厅反思自己的角色。我是边防人员，我的职责是守住国门，可我守住的到底是什么？是那些逃离者的背影，还是这个国家逐渐流失的希望？我也问过自己，这些富人的选择到底对不对？如果一个国家连基本的安全感都给不了，连最有能力的人都留不住，那所谓的繁荣又有什么意义？广州的夜空还是那么亮，可灯光下的城市却越来越冷清。我还记得那个飞往加拿大的男人说过的话，不是我们不爱这个国家，是这个国家不再值得我们爱。这句话像一把刀割在我的心上。我愤怒，因为这一切本不该发生；我沉重，因为我无力改变。每当我盖下一个出境章，我都在想，如果政府能听听这些人的心声，能给这个国家一点自由的空气，这些行李箱会不会少一些？答案或许很简单，可现实却像一座大山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那些逃离的富人带走的不仅是财富，还有对未来的信任。他们走了，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广州，一个逐渐失去生机的国家。而我只能站在这里，继续盖章，继续目送，继续愤怒。